堂堂大理寺少卿，怎么比我还晚1日出来？听闻你刚从城外回来，说到底，还是去跟叶平安做生意了。是又如何？康平王知道吗？这种小事，我父亲自然不必知道。不过，你要是能拿出1000两，这笔生意倒也能让你掺一脚，利润分你30%。银两要得紧，交易兴许就在近几日。我提醒过你，叶平安他有问题。他有问题，需要你来提醒我。他既然费尽心机结识了私盐贩，就一定是挖了坑等着我跳。那你为何非要与他做交易？你该不会以为我是真想买他的盐吧？我是想知道过了1年，我和他再次过招，谁更胜一筹？你若执意与他斗，我就不掺话了。那你还不走？是等着看我沐浴吗？都怪我，如果当时我没有走，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姑母，这跟你没关系。你跟丹心都是做了决定就不回头的人。你有没有想过，姑母我会有多难过？是平安不孝，可平安此生只能做个不孝之人了。我问你，你为何要亲自现身去交易？你明知这样做一定会引起对方的警惕。一个人独自下棋久了，总会渴望对手的出现。当吴显儿发现我给他布下了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咬钩呢？慢点，慢点啊！真可爱。哎呀，我们宁儿过来看谁啦？来，让叔父抱一下啊！被你叔父的凶样吓到了吧？我们宁儿啊，天生聪慧，一看就知道你叔父是个大坏蛋。哎，跟咱们女儿说什么呢？本来就是嘛，你弟弟为虎作伥，在外面不知道有多少人骂咱们家，我出门都抬不起头。走了，宁儿啊，以后可千万别学你叔父。嫂子就是嘴上不饶人，实则用了我给孩子取的名字“刀子嘴豆腐心”。对了，你身边那个整日盯着你的何茂山可是个小人，你还不处理掉他？袁少卿，袁少卿应当不知道我跟康平王都说过什么吧？什么意思？那个叫陆丹心的死了之后，你和叶平安一起去他的住处找他留下的东西，你们的对话，我可在外面都听到了。哎，不是袁少卿，袁少卿莫紧张，袁少卿莫紧张。我向康平王禀报的时候，只转述了叶平安的话，并没提及你也在场。好，为何不拿此事向康平王邀功啊？哎呦，我能邀什么功啊？我就是大理寺的一个小吏罢了。康平王看不上，哎，我得罪了你，我就能平步青云了。再说了，眼下康平王器重的是你，只有跟着袁少卿，才能越混越好。啊？知道他是小人，就知道该怎么用他了。那个消失的叶平安现身了。没错，叶平安摇身一变成了牙人，其中定有蹊跷。康平王那头尚未兑现举建武做尚书右丞的承诺，
如果我能抓到他的把柄，我就可以得到康平王的倚重。赵玉，在。我宇呢？又去看长青了。自从他知道长青是彩莲的父亲后，就把长青当自己的父亲来孝敬。你去一趟，跟他说，近些日子盯紧吴显儿，有任何异动，禀报给我。是。吴舍人，黄一鸣怎么没来啊？问买家卖家过从甚利，我这牙人不就没用了吗？行，那就互验银货吧。慢着，不用追，不是冲我来的。带上人，随我出城。是。我看到吴显儿出城，就派人跟上了他，一路上留下追踪的记号。去大理寺叫人，即刻出发。货都在这儿了。不用了，既是你光顾我的生意，我自是信得过。想必你的盐也是足斤足两。武士人既然是我的财神，我送送你。哎，我们之间就不用这么客气了。告辞。上！把两边人全都拿下！这是状告何以克扣曹饷的举告信。武由敬为人谨慎，看到后必会自断扬州沿路。沿路一断，他必急寻续接之策。平安，我们就能走下一步棋了。康平王饶命啊！下官定将戴罪立功。滚！是，这就寻条新的沿路来弥补过错。你真的只要100文1斗？吴显儿既然看得起我这个对手，那我便遂了他的心愿，化身为鼠，让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引他这只桀骜不驯的猫入局。原来1年前放在观中的是掌心使令牌。叶心使既然重回圣都，又找上赵母，想必是身有要事吧？圣都之中有官员操控盐业以谋私，我想将这条大鱼钓出来。盐价高涨，百姓无盐可食，民生困苦。这背后的人，是时候该被揪出来了。吴舍人，我接到密信，有人举报你身为朝廷命官，知法犯法，协因购买私盐。赵侍郎来得正好，我也接到密信，称此处有人贩卖私盐，我便前来交易，引其上钩。果然，人赃俱获，还请赵侍郎将他拿下。赵侍郎，武士人说我贩卖私盐，可买卖同罪，赃银在此，仅凭他一面之词，岂能定罪？
禀报侍郎，发现一副山文甲。吴舍人，我们就这么走了？你让我们准备的东西还放吗？放。是。叶平安，你可真是胆大包天，不但贩卖私盐，还私藏甲胄，此等行径，罪同谋逆。我不过一介平民，怎么可能有这山文甲？有这能力的，得是你武家呀！你没有这能力，你身后的人有。要是武家落难，最大的受益者便是李氏。为保东宫储君之位铤而走险，不足为奇。好了，越说越荒唐。此事关系重大，仅凭一人之言，难辨真假。此物就藏在私盐之中，无论如何，叶平安都脱不了干系。来人！慢着！我看谁敢轻举妄动！赵侍郎，你如此维护叶平安，难道是也想谋逆吗？赵侍郎，我跟你走。这边，过来！撤！你们快走，快走！此人便是叶平安同父，河南道上最大的私盐党王义宁。不对，此人的拐杖呢？好一个鱼目混珠！此事牵涉甚广。袁绍卿，还请将人交由刑部，以便详查。人是我抓的，自然要交由大理寺来审理。袁绍卿，赵侍郎，嫌犯叶平安是从你手里逃走的，就算是你无意放了他，也难逃渎职之责。这件事，你就别插手了。吴舍人，这个赵峰，上书过圣上，称太子才是正统。你去趟新开狱，告诉周明，赵峰牵涉盐甲案，周明知道要如何从赵峰那儿搜到证据。是。案犯叶平安私售甲胄，拒捕逃窜王子吴天，流窜于洛州。举告去向者，赏银100两；驻官府缉拿者，赏银1000两。而若有敢助其藏匿者，与之同罪。这叶平安怎么这么多事儿？就是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吵什么吵？没看见有人在睡觉吗？你怎么敢这么嚣张呢？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可不是一般的牢狱，这是大理寺狱。就算你是刀口嗜血的人，在这儿
你是龙，你得给我盘着；是虎，得给我卧着。哎，你月俸多少啊？啊，400文1斗的盐，你的月俸又能买多少？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既然露出了真面目，就别装什么私盐犯了。现如今叶平安的罪行，不是贩卖私盐那么简单。他私藏甲胄，据大风律法，1甲顶3弩，3甲进地府。这你不会不知道吧？哼，左右都是个死字，罪名或大或小，有关系吗？我就问你2件事：一，你们与黄一民之间是什么关系？2，叶平安此刻在哪里？哼，我就知道，让你这样的硬骨头开口，没那么容易，所以我早有准备。要对我用什么刑啊？一块儿上吧。那倒是不必，只是你这本名本该无从查证，可我还是找着了。裘银，你本是一介农户，因田地被霸占，被逼成了流民，后靠江湖朋友救济，才学得一身武艺，以做打手为生，所以你这心底就刻了个义字。你从哪里知道的？怎么，我说的不对吗？像我这样的人，义字大过天。朋友和亲人之间没有区别，你们这些狗官不会明白的。说得好，那我今天倒要看看，在朋友和真正的亲人面前，你该怎么选。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在阮阳县你还有个表弟吧？不如我将他接来探望你如何？我即刻便去，替你好好照顾照顾他。哎，不用，我可以回答你第一个问题。这1年来，我们都在摸索盐路，因为我们知道武油境需要盐。那你们怎么知道康平王此时会因扬州千户状告合议而停掉所有扬州的盐路？难不成前些日子送去大理寺状告合议贪没漕运费的信，是出自叶平安的手笔呢？哼，不错。至于那个什么黄一民，我们并不认识，只是因为他的名头比较响亮，我们才借来一用。他倒编了一首好故事啊！那封状告信上写的可不是假话，还有你那个好岳父，从去年至今就以捉拿流寇、看守盐田为由，派人到盐地去，花样百出的霸占农户的田地，害得多少人成了流民，不得不去做了私盐贩。嘿，你这反贼，竟敢肆意诋毁康平王！叶平安，告诉我，叶平安此刻人在哪儿？开门！来，他服用过什么？没有啊，进来就喝了2碗水啊。去找郎中，他若死了，我拿你试问。是。这个叶平安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他呀，一向擅长无中生有的把戏。盐的事，再想办法吧。那几副伤文甲哪儿来的呀？正你要把叶平安抓来审问，私藏铠甲的是他。你明知私藏铠甲是重罪，何必要用？若不是用铠甲，叶平安就能安然无恙地解释他的盐从何而来。
他回来了，那争斗便开始了。这一次，需将他一招致命。怎么样了？人帆现在状况很差，不适合替身。给我查！我倒想看看，什么人敢在大理寺内下毒。吩咐下去，除我之外，任何人不得接近此人的牢房。是。少卿，我想找你单独聊聊。有话直说。刚才那个老头有几句话说的没错，就凭我现在这点俸禄，我吃盐都不敢放开了吃。哼，都是些挑拨是非的话。你平日里俸禄虽然不高，可康平王私底下没少给你好处吧？所以我想，我指望少卿你能提拔我的想法错了。我当初就应该跟康平王……哎，少卿，你说现在我能反悔吗？这是康平王给你的定亲礼，小人可不敢收。哎，他现在呀，就是你事成后的赏金。我原本打算将他交付给文宇，既然你求功心切，我便将他交付于你。什么事儿啊？去曹州，找真正的黄一民，游说他卖私盐给我们。我打听过了，他卖的私盐的确便宜。若真能成就此事，你便替我在康平王那儿立下了大功。哎，可这曹州我人生地不熟的，就算我见到了真的黄一民，他恐怕也很难见我一面吧？若是没有半点把握，我自然也不会让文宇去办此事了。打开看看。这是信我，黄一民这个私盐贩，重利，更重情。他膝下有一子，名叫黄芪。恰巧我结识了一位经商的朋友，多年前在黄芪被响马追杀之时舍身相救，黄芪便将这颗打掉的牙齿赠予了我那位朋友，允他日后但凡有事，他定会鼎力相助。放心吧。定不负少卿重托。限你3日，就是将马腿跑断，也要将此事办成。是。这些千刀的烟火，斩人2天，把我们逼得无家可归。侍御史，去年圣上忽然召我，说我用凌凌弃烛之刑，辱没了娥皇女英帝顺。我挨了圣上好一顿训斥，被勒令静思己过至今，都是拜那叶平安所赐。我可是日思夜想着要将他一点点剥皮拆骨。圣上如今调侍御史来这丽景门的新开狱，分明
还是想重用你的。那周弥去年与我同品，今岁已荣冠殿中少监，我可得抓住这个机会立功，让圣上看到，我才是那个最能干实事的人。叶平安私藏铠甲，必是图谋造反，你说对吗？当然，当然，抓住他，就是我的大功一件。可是，他会躲在哪儿呢？若是藏进深山，这可不好找。我熟悉他的路数，他现在应该就在圣都。等冬日过了，圣都的花儿就都开了。可不知道那时，有心思赏花的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对手？要说这吴显儿出手还真是毒辣，竟然拿私授铠甲给你扣个谋逆的帽子。显儿啊，是想封住我的退路。俗话说得好，一甲定三弩，三甲进地府。律法严禁私甲，不该有外流才对。也不知他是从何处得来的。净夫子那边呢？我们真不用管了吗？虽说进大理寺不是什么好事，但在里面的确比别处更安全。对，平安说的没错。现在我们反而是更危险。海捕文书一下，再想做什么都很难。黑市也不安全，毕竟图利的人多，那些赏银足以让许多人掩护。那我们选择回城，岂不是走错了？现在宵禁时间已过，我们就算想出城也不可能啊。进城难，出城也难，但我们要做的事情必须留在城内。这千秋阁木雕，父亲雕刻了整整1年，这份耐心，女儿实在佩服。楼起需要费很大力气，而楼塌只是转瞬之间。父亲，可否将派去看守炎帝的官员调回京来？他们霸占炎帝周围的农田，使农户成了流民。这不但触犯圣上大忌，更会让百姓对武士怀恨在心。要想这楼阁屹立不倒，最重要的是根基稳固。有地有良言在手，士族就稳固。而圣上居于顶上，为父在中间这个位置，既要维护士族的根基，又要为圣上分忧，难啊！丹楼阁能伫立于大地之上，靠的正是民如垒土，遍布四方。为了世家而失民心，得不偿失。父亲，若你真期盼圣上100年之后武士继位，就更不该图世家一时之耻，而忘民心长远。贤儿，那些铠甲，你是从哪里得来的？女儿曾救过一位将军的命，向他借几副铠甲不是难事。这位将军，你从来没跟为父提起过。有机会再与父亲细说。眼下当务之急是找到叶平安。女儿认为，他就躲在圣都。张尚书回京了，你向他借调一队刑部的人。叶平安既然敢回来，就让他长眠吧。是是，兄弟们把圣都内外都翻了个遍，他曾经待过的医馆、万国香、布方，我们皆搜了一遍，都没有发现叶平安的踪迹。翻了个底朝天，延庆坊旁边的黑市翻过了没有？没有。走。张尚书，海捕文书下了已有7日。再抓不到人，我父亲那儿可就不好交代了。
刑部现在已经加派了人手，还请康平王再宽限几日，最多3日。我要见到活的叶平安。张尚书，无赦人，有人接了布告，在黑市的九龙阁发现了嫌犯叶平安的踪迹。哦吼，来得正好。张尚书，我与你一同前去，捉拿叶平安。少卿，探子回报，有人说叶平安藏于黑市。说是，咱们是悄悄的查，还是我们办事？什么时候还需要悄悄的？所有人，离屋，点灯，敞门。3声之后，谁还在街上，就是侵犯同党，杀无赦。哪间屋子未点亮烛？未开门，亦杀无赦。3、2、1。我挨家挨户的搜，抓到叶平安者，重赏。阿爷。库立正带人在黑市搜捕你。平安，我们快走吧。恐怕走不了了。啊，平安，现在该怎么办？既然走不了，那就不走了。东侧的灯柱不知道为什么全都亮起来了。东边搜查完毕，没有。试一试，这边也没搜到。给我往西搜。是。平安。好像嗅到了猎物的味道。所有人，包围九龙阁。是。是厉军的人，他们要进来了。武舍人，张尚书，我显儿也来了。他当然会来。这儿还真是热闹啊，张尚书。此处便是九龙阁。明白，动手抓人。慢着！厉公，这是何意啊？何意？九龙阁是我先发现的。叶平安前涉私盐，后涉铠甲，案情复杂，必须由刑部带走详审。何况此案我最了解详情，就不劳侍御史费心了。他贩卖铠甲，就是有谋反之嫌。凡涉及谋反二字，必得进新开狱走一走。此事我非管不可。叶平安，你已无退路，从屋里出来吧。看来他并不买厉公的账，还得是我亲自去请他。让开，厉军，你就不怕我在圣上面前参你一本，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吗？让开！平安，怎么办呀？他们要进来了。
你是？真人修道已久，平安今日来，是想向你求一解。你有何困惑？我曾对往事心中有愧，后来终于将那往事做了个了结。今后可否放过自己，又可否放过别人？物壮则老，盈满则亏。有些人身居高位，行事却不合乎于道，迟早会消亡。人又何须再去介入天道？我能寻到真人，是一份机缘。机缘既已至，我也该下山了。安爷，你来了。这人贪财，看到了你，定是去告官了。只好委屈素玄真人，再多待一阵儿了。我知道你的打算，你是想让我当你的退路。你要找的人已经不在这黑市了。好手段，真是好手段！他竟然能找到真人。原来这位就是在万安山清修的素玄真人，久闻大名，真人避世多年，此时下山，竟与叶平安的侵犯有瓜葛。我下山，与你口中之人毫无关系，是我想明白了一些事情。香儿，这些年来，你受苦了。过去的事，对我而言已经不重要了。可过去的事对为娘来说很重要。我曾经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过错，时至今日，不能再将错就错了。素玄真人所言的错事，到底是什么？这件错事就是母亲。做什么？谁给你们的胆子，敢对本王夫人不敬？康平王误会了，我们是为捉拿侵犯在此，没成想素玄真人也在这儿，我们也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玄敏，你终于还是下山了。贫道乃方外之人，请康平王称呼我的道号即可。这么多年，我和显儿无一日不再盼着你回府，就连府上的冰糖糕，我知道你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你可以不在乎，可显儿大了，她侍奉圣上多年，好不容易熬到今日，成为当朝女官，你难道不为她高兴吗？母亲，跟我们回府吧。我就在这儿，哪里都不去。这里也太污浊了吧！你是为氏之后，身份尊贵，这里不适合你清修。世间纷扰皆过眼，心中无为自安然。如果没有你们，我觉得这比其他地方都清静。康平王，人多眼杂，让他们都走。误会一场。既然没有侵犯，诸位还是散了吧。
撤。母亲保重。